臣还有份贺礼赠与太后。听闻太后好酒，凤体有恙，故臣愿以酒告一篇，以赠太后。有劳太师了。王若曰：“明大命于媚邦，乃穆考文王，赵国在西土，决告必数邦。数十月少正御史昭熙曰：‘四资酒为天降命，召我民为元祀。天降危，我民用大乱丧德，亦枉非酒为刑；越小大邦用丧，亦枉非酒为孤。’”快走吧！哎呀！太师行刺太后，来人呐！杀三弟，何等威风！你可曾想过有今日？
我终于可以带你一起去摘梅花枝了。宇文护服输之后，隐忍10余年的武帝宇文邕终于独掌大权。宇文护及其亲信数百人相继伏法，并下诏禁佛道2教，令天下男丁不分种族，皆可为兵。停！来了来了！哎呦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儿，你呢？受伤没有？我听到你伏击宇文护的消息，我差点吓死了。你怎么就这么冲动呢？跟你学的呀。宇文邕，我开玩笑罢了。这件事啊，我早就计划好了，只不过机缘巧合，我这才动手。圣上，到现在才想着我呀？圣上，你也太偏心了。我跟伽罗3岁就认识了，你呢？就连这个小丽华，寡人也都是从小看着长大。你要排，都要排到她后面去了。多漂亮的小姑娘啊！得，圣上英明。回来就好。齐国那个小国主高纬，知道宇文护被我刺死，他就开始在边境集结重兵，看样子是想捡块软肉吃。请圣上下令，臣愿立马带兵征齐。你这伤还没有好呢，我现在要是派你出征，伽罗不得骂死我？不急于一时，来。高纬，前阵子他自毁长城，杀了他最有力的大将兼岳父胡律光。哼，寡人就不相信他剩下的那些虾兵蟹将到底能有多强。我们先准备这粮草马匹，眼看就要新年了，出兵之时，等咱们过完年再说。好，给夫人请安。圣上行动不便，左臂仿佛有伤，他是不是受伤了？是，不过没有见骨，这几日已经长好了。那他的救急呢？大夫说过了，这病要记心了。除掉宇文护的党羽，绝非易事。还好，只吐了1次血，后来总算是压住了。照顾好他。是。
诸位列公，奸臣已除，百废待兴。寡人亦要封新官，令杨坚为元帅。不日，带兵征齐。把天下送给独孤家吧，还打发杨坚去齐国。你是不是等杨坚一死了，独孤家落做了寡妇，我这个皇后是不是也要让位了？皇后喝多了，快扶她回宫吧。让开，我自己会走。寡人长子宇文赟，素有贤名，亦立为太子。儿臣叩谢父皇。隋国公之长女杨丽华，贤德聪慧，亦为太子妃。圣上，臣太史令王轨有要事相奏。说，圣上，那杨氏为皇太子妃是万万不行的呀！臣掌管钦天监，曾观天象，这皇太子非社稷主，但杨坚命有反相啊！拖下去！圣上，圣上三思啊！圣上，圣上！吓坏了吧？那陪寡人走走。你不要在乎那些流言蜚语，因为宇文护被诛之后，这些闲话就从来没有停止过。倘若杨坚真的有当皇帝的命，寡人想拦都拦不住啊！圣上，这里只有你我二人，用不着这么小心翼翼的。你是不是想问我，为什么没有跟你商量，就下了旨意，立丽华为太子妃了？那是因为皇后在席间质问我，为什么大封独孤家，还派杨坚去征讨齐国？她说，是否因为杨坚一死，独孤伽罗成了寡妇，她这个皇后就可以退贤让位了？你绝对不会这么做的。不，我会的，因为寡人已经是皇帝了。伽罗啊，你不知道权力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可怕。以前我也不知道，自从我杀了宇文护，看他成千党羽血流成河，看着所有的重臣伏地阶下，看着我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可以拆掉我痛恨已久的龙心寺，就在我无比舒心痛快之时，我就知道我自己已经变了。曾经在你哭的时候问过我，你说你阿姐那么聪明，又那么冷静，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为什么偏要为了一个皇后的位置和宇文护跟我的皇兄纠缠不清呢？现在你明白了吗？因为权力和情爱是一个永远无法割舍的心魔。正是因为皇后说中了我的心事，我才把她从席中赶走的。伽罗，
不早早的立下丽华为太子妃，确认我们两家的名分。我只怕有一天，我真的会控制不住我自己，让杨坚不明不白的死在战场上。阿雍，放心吧，现在不会了。从今往后，你们杨家就是未来皇帝的母族，皇太子一家的平安将关系到整个大周的命运。未来，我还要灭掉齐国、梁国，统一天下，所以，我只会越来越小心。用权力控制住情爱，这是再好不过的办法了。贾罗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聪明啊？啊？贾罗，我不是圣人，你可以对我失望的。乖，不哭了啊！你还记得曾经的那个预言吗？独孤天下，丽华流的不就是你们独孤家的血液吗？倘若有一天我有了孙子，他雄才伟略，一统天下的时候，不就是应验了那个预言吗？你们为什么一定要相信那个预言呢？它根本就是假的。不，独孤丞相亲眼所见的预言，怎么会有假？我相信它一定会出现的，只是会以一个我们都想不到的方式呈现而已。这古城因为你而变得不同。刚刚你偷偷溜出去，跟宇文邕说了什么？弄得自己眼圈都红了。我只是不想让丽华那么早的嫁出去，所以就跟他吵了一通。自打除了宇文护，咱们这圣上威势日增。如今敢跟他横鼻子瞪眼吵架的，除了你，估计没别人了。阿姐，权势真的会改变一个人吗？多半会吧。当然，有些人也永远不会。比方说你的父亲，还有我的父亲。也对，他们从来就只有赤子之心。阿姐，你以前说过，你想做皇帝。那是咱们俩说私房话的时候开的玩笑，这个是公理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想要问清楚，你怎么突然就有这样的念头？除了以前那个相士说过的话，还有别的原因吗？每个男人，不管出身多低微，心里总会抱着一个震慑天下、征服四海的梦想。我懂了。可是阿姐，每个女人心里也有一个梦想，那就是儿女幸福健康，夫妇白头到老，天下太平安康。如果你跟阿英有着同样的英雄梦，那就赶快发兵去齐国吧。不过最好速战速决，能劝降就劝降，尽可能的少死一些士兵，少伤一点百姓。放心吧。
见国公大人，参见太夫人。免礼。嫣儿，高兴吗？不满1岁的国公爷，全天下你是唯一一个。太夫人节哀，国公虽年纪尚幼，但天庭饱满，贵相十足，来日必成大器。是啊，以后国公有皇后表姐照顾，肯定是前途无量啊。皇后，表姐啊，夫人，这也是刚刚收到的消息，太师宇文虎因叛国罪被扶助，隋国公的女儿杨丽华已经被立为太子妃。夫人，妾身不是说过，她肯定不是圣上和杨夫人的私生女儿，要不然圣上怎么会？果然是可喜可贺呀！我这个妹妹还真是好福气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每次都能抢走我的风光？凭什么？一木，你在宫中待了那么多年，2个熟人总是有的吧？替我给皇后带个话。夫人，难道你忘了圣上给你的警告了吗？只是带个话，他查不到证据的。再说了，只要能让伽罗受这个罪，这个血值得冒。到底有没有啊？快点想想啊！建德4年，周帝宇文邕发兵18万大军，北上征讨齐国。山丢给齐国的脸，都给我争回来！杨先领旨。收复失地，立刻进攻！这次齐国领兵的毕竟是兰陵王。兰陵王高长恭根本就没有去前线，他只是被软禁在了军中。高纬这个昏君，他一直忌惮这个堂兄，索性这一次就把他给架空了。真正带兵去打仗的，其实是陆令轩
刚提拔起来的几个亲信而已。那太好了。别动！父皇说了，以后你就是姑的太子妃了，还说不让姑欺辱你。姑欺负过你吗？啊？说。其实你欺辱过姑，还咬过姑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姑的太子妃，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要是敢向父皇告状，就别怪姑对你不客气。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你心里有没有想什么？难道阿娘看不出来啊？是不是太子在城楼上跟你说了什么？没有，他就是告诉我吉日已经择定了，一想到这么早就要嫁出去，心里有点难受。你要是实在不想嫁过去，阿娘也可以再跟圣上商量。别，侧妃的懿旨已经人尽皆知，怎么能随便说算就算了呢？阿娘，你放心吧，我真的没事儿。真的？真的。要说遗憾吧，也有一点儿。太子长得可没有阿爹俊俏，跟阿勇、阿广比都差了不少。你在看什么呢？前朝的史书。我想把这些后妃列传都整理一下，让丽华好好看看。哎，你怎么还在府上呢？郑荣出征，你们家那只皮猴子舍得离开你啊？我是来找你商量事的。丽华入宫，我想跟着她一起去，做她身边的长侍女官。至少先陪她1年半载嘛，别的人我又都不放心。谢谢你。谢什么？我这可是攀高枝呢。当太子妃的心腹，肯定比当国公夫人心腹的月钱挣得多。哎，告诉丽华，每个月至少50斤，要不然我可不缺。那你看，都是熟客了，打个折成吗？你也别担心了，太子的母妃并不受宠，圣上又把丽华当亲女儿看待，就算嫁到别家去，也找不到这么省事的公婆呀。哎，还是陆夫人有远见。之前我看她教丽华后宫仪制，天下正局，还总觉得多余了些，现在可不都用上了吗？我只是盼他这一生都不要用到这些争宠宫斗的法子。
这门亲事，丽华虽然嘴上不说，可心里面未必真的愿意。圣上安排这门亲事，自以为是对丽华好，可是他们这些男人啊，真的不懂我们女人到底要的是什么。哎，对了，他们这次出征危险大吗？不会有事的。阿雍虽然一直说这次是齐国先攻打我们大周，所以无奈才会派兵反击，但是我倒觉得他是想借机把从前党父宇文护的那些旧部调离京城，所以这次冲锋前阵的不会是阿坚跟郑荣，只会是他们。圣上的心思竟然已经如此深沉了。宇文护权倾天下20年，阿雍却蛰伏10载，一出手便能将其灰飞烟灭。若心思不够深沉，又怎么能够成就如此大事？只是兵灾不断，这样一来，就只有百姓受苦了。难怪这次朝廷并没有调动唐国公府的府兵。也不知道二姐收到我的礼物没有，还不知道我的小外甥长得什么模样呢。他的脾气也太古怪了，就连上次进京都硬是不肯见你。虽说是姐妹，可他也太过分了。要不以后你还是远着他点儿。丽华出嫁要烦心的事儿还多着呢，你就别再给自己找事儿了。大伙给我听好了，前面就是汾州，那里的守军不到1万人，大家只要跟我一鼓作气，攻下此城，便可以回家过年。攻下汾州，回家过年；攻下汾州，回家过年；攻下汾州，回家过年。唐国公夫人说，当日虽然因为相助皇后而被逐出京城，但却无怨无悔。如今她虽远离京城，一个人照顾唐国公的遗孤，但心里还是放不下殿下您。夫人想要提醒皇后，
如今圣上已册立太子，选定了太子妃。皇后身为外族公主，且身边并无子女傍身，今后又将如何自处？帮我谢谢国公夫人。可是木已成舟，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其实还是有的。太子妃杨丽华是内人的女儿，又是圣上亲手抚养长大，恐怕在圣上心里，她的地位比太子还要重那么3分。要是太子和太子妃不和，圣上就会生太子的气。要是气得狠了，说不定还会下诏废了太子呢。公主，这法子好啊！我听说太子本来就不满意这次婚事，只要我们想点法子就成。你得抓紧着点儿，赶紧为圣上生下个儿子，那就是正宫嫡子，铁板钉钉的未来太子啊！我叫你管着地官，你就是这么管的吗？看看这些账目都乱成什么样子了！啊！可是这也不怪儿臣，只怪下面的人太糊弄了。他们糊弄你，你就糊弄寡人？都要快成亲的人了，办事怎么还那么糊涂啊？儿臣错了。寡人并不是要逼你认错，只是父皇身体一直不好，这个皇位迟早要传授给你。可是你现在的所作所为，怎么让寡人放得下心呢？父皇春秋正盛，不可出此丧气之言。行了，起来吧。寡人的身体自己心中有数。我只是要你知道，寡人是希望你能够早日成熟起来，担以重任，所以才会对你严加管教。儿臣明白。还有丽华，我听说那天在城墙之上，你说她眼睛长得难看，把她都气哭了。你给我记住，丽华是寡人亲自为你选的太子妃。她端庄聪慧，她的容貌容不得任何人有半点议论，包括你。是。吉时，我已经替你挑好了。等你岳父大人凯旋归来，就可以办喜事了。是。父皇，儿臣的生母至今并无尊号，只怕大婚之日不太好看，所以我已经将你列入皇后的名下。此事从今往后不用再提。父皇，这毕竟是儿臣的大婚之日，儿臣还是希望生母。寡人当日削去他李氏才人之位，就是因为他德行欠佳，仗着自己是皇长子的生母，就在宫中兴风作浪。你为他请封，是不是要丽华嫁入太子府之后继续受他折磨？儿臣不敢。殿下息怒，殿下息怒！滚！滚！滚呐！滚！姑叫你滚，你聋了吗？奴婢不能走，这到处都是瓷片利器，没人伺候的话，要是殿下割到了手怎么办？
殿下，您心里有火，发出来就是了。只是扔东西的时候别离自个儿那么近，这样太危险了。殿下，您消消气。你说，杨丽华算个什么东西？在姑的父皇面前，姑的生母都要比他低的。太子妃既然是圣上亲择的，想必是个万全的人啊。只是殿下，万事都离不开一个忍字。常言道，母以子为贵。殿下身为太子，总会有登基正位的那一天。到时候您一道圣旨，难道还怕少了您母妃一个太后之位吗？哼，你倒是挺会说话的。叫什么名字？奴婢朱满月，是叶婷刚分下来的，伺候殿下的。起来吧。姑看你还算聪明的，以后就替姑管管医务吧。是。幸不辱命，此番出征，共剿灭齐军4万，夺回城池30座。好，得此良将，我大周无忧矣。传旨，重赏3军，封杨坚为柱国。臣年方而立，不敢受柱国之尊呐。嗨，行了。你还在这跟我客气呢？这3天之后啊，阿渊和丽华就要办喜事了。啊，你这个当丈人的官大点儿，寡人面子上也好看一点嘛。哼，刚替你卖完命，转头就把女儿送你家。圣上，你这算盘打得也太精了吧？可不是吗？你在外带兵，也不知道替寡人省着点儿。现在国库里面可是穷得叮当响。这庆功宴啊，和喜事就一起办了啊！哎，你可别给寡人横鼻子竖眼的啊！这未来的天下，不是你外孙做的吗？我军凯旋归来，太子大喜大吉，双喜临门。传朕旨意，天下减负1年。恭喜阿爹，恭喜柱国老爷！什么老爷不老爷的，阿爹年轻着呢，赶快起来吧。哎呀，都长大了。哎，爹给你们带回来了大冤良马，1人1匹，拴在院子里啊，赶快去瞧瞧吧。啊，我跟你娘单独聊会儿啊。谢谢爹，快去吧。哎呀，明明还是个小丫头，这么早就要嫁入宫去了。哎，如果可以，我宁愿用我这柱国之位，换她的婚事自主。我也舍不得啊。可谁叫丽华自己喜欢太子呢？丽华真的这么想？我问过她好多次了。他都说，自打小进宫见了太子几次，就喜欢上他了。我还问他，太子总是以各种理由捉弄他，不生气吗？结果啊，他反倒替太子说起了好话。这什么古怪？
哎呀，真是女大不中留啊！更可叹的是，这转眼间，女儿都这么大了。瞧瞧，这小姑娘多水灵，我这公子爷也多俊俏啊！该不会是这老天爷算错了岁数吧？那老天倒还奇怪呢，你怎么年纪越大，反倒越贫嘴了呢？说正经的啊，什么时候你把那绿色的丝带再拿出来戴一下？当初你夫君我，可就是因为这个，才对你一见钟情的呀。对了，仗打得怎么样？摧枯拉朽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想必军情你都看了吧？这次我们大周啊，连夺齐国30个城市，可死伤人数呢，不足5000。不过我们这次占尽了上风，都未能灭得了齐国。圣上想必会暂停攻势吧？应该不会，我估计最多1年，圣上就会再度讨齐。昨日军报，齐国国主嫌兰陵王领军不利，竟给他赐了毒酒。这高纬真是自毁长城啊！自己昏庸无能，如果我是圣上，绝对不会放弃这大好时机。要是等陈国抢了先机，以后兵强马壮，那对付的可就是咱们了。越到现在，我越佩服陆姐姐的远见之计。她说的对，既然齐国要灭，那不如由你来动手，这样死伤的百姓还能够少一些。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，我们现在主要还得忙丽华的婚事。对了，这嫁妆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哎，我这次从北方回来，可带了不少好皮子。阿广呢？哎，怎么没见踪影呢？不会这么久不见，他连我这阿爹都不认了吧？平身吧。送入青龙。殿下，该安息了。明日还要早起，给圣上、皇后还有李夫人请安呢。你要去给母妃请安，你不嫌她的身份低吗？朝廷礼法是一回事，血脉亲缘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李夫人的确是您的生母，作为子媳，怎么会嫌弃她呢？看来真的是长大了，懂事多了。你笑什么？
我像殿下和弟弟阿勇一样，明明自己都不怎么大，可老爱老气横秋的说别人小。我是太子，怎么能跟你弟弟比呢？殿下说的是。不许笑。我没笑。丽华，以前我总欺负你，是我不好。可是是因为我喜欢你啊。以后你要是对姑好，姑也会对你好的。只要你对我好，我愿意陪你白头偕老。臣给圣上殿下请安。免礼。一家人不用这么多礼。太子，还不赶紧拜见你的泰山大人？岳父岳母，姑一定会好好对丽华的。不敢。小女能得到太子的看重，是她的福气。奴婢失仪，还请陛下宽恕。来人，拉出去，发往永巷换衣。陛下饶命啊！奴婢服侍太子已经有3个月的身孕，只要去了永巷，那就活不成了。大胆！你一个卑贱宫女，竟然敢当着圣上的面在这侮辱自己的主子，拉下去给我打死！殿下，殿下救命啊！奴婢是真的有了您的孩子，奴婢死不足惜，可是奴婢肚子里的是您的第1个孩子啊！你太让寡人失望了！父皇，你打我！我不就是宠幸了一个宫女，又不是犯了什么天条。你，杨戬、伽罗，是寡人教子无方，是寡人对不住你们。圣上，新婚第1天就出这种事，你是怎么给我们家丽华安排的好亲事？把这贱奴给我拖出去杖死！何权，传寡人旨意，太子德行有亏，不堪重任，从此以后……等等，圣上，让丽华猜猜，您接下来要说什么？您是要将太子从此软禁，还是要索性废了他？
若您只是要给丽华一个交代，那您大可不必这么做，因为这毕竟是太子的家事，您又何必过于操心呢？来人，将他送回思齐殿西厢，待太医诊脉后，再好生安置。丽华，现在不是你大度的时候。圣上，父亲，你们不觉得一切都太过于巧合了吗？为什么这位宫女偏偏在我成亲的第一天，当着圣上和你们的面说出此事？为什么她已经明明怀孕3月，却一直秘而不宣？能选入太子身侧，想必这位宫女也不是个愚蠢之人。她明明知道，在乾安殿先出此事，很可能会惹怒圣上，闹出一尸两命。她为什么不早早的与太子殿下商量呢？我不确定这一定是个阴谋，但如果真的是，那么这个奸贼的目的，无非就是想让太子失宠于圣上，杨家与皇室失和而已。我们为什么要让他得逞呢？圣上，不，阿爹，您都有3宫6院，太子身边以后，肯定也少不了各路贤人、名媛。早来晚来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丽华既然是未来的皇后，就要心胸宽广，不嫉不妒。再说了，您要是真处置了太子殿下，那我这个太子妃以后该如何安处？快起来，丽华。说得好，有远见，有心胸。果然，这个太子妃没有选错。父皇，儿臣知道错了，请父皇重重责罚。你跟寡人道歉还有什么用？还不赶紧给丽华道歉！丽华，是我错了，我以后什么事都找你商量。